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事实证明，胡歌已经活成一个符号。12月7日，胡歌的新剧《县委大院》开播，第1集收视率就成功破2，达到了 2.1， 荣登黄金时段收视榜第1。县委大院是20大县里剧，阵容强大，导演是拍过《大江大河》的孔生。演员也都是公认的演技派，更别提这部剧的主演阵容还有胡歌，有他在，便有了口碑和收视的双保证。事实上，胡歌这一路走来，早已为自己赢得了足够的认可和褒奖。然尤为可贵的是，无论收获了多少赞誉，他都能恪守演员的本心，以谦卑的姿态，脚踏实地地演好自己的戏。还记得去年上戏的开学典礼上，胡歌作为校友代表被母校请来观礼，而后在发言时，他送给了学弟学妹们3句话：上戏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，我站在这里仅仅是因为我是个过来人，无论何时都不要把自己当一回事，要把正在做的事情当一回事。是的，胡歌是这么说的，他也同样是这么做的。演员意图，步履不停，脚步不止。胡歌在演讲里还说了一句话：我花了10多年的时间，一直在证明一件事，我是一个演员。如今，这是个不再有争议的认知。胡歌1982年出生于上海徐汇，从小就喜欢表演。上幼儿园时，他还在3万多名儿童中脱颖而出，进入小迎星艺术团。而当时，这个团只录取了60个孩子。中学期间，胡歌也是学校里活跃的文艺分子，当过升旗仪式的主持人、广播台台长、戏剧社社长、合唱团团长，甚至还能在《爱的奉献》MV 中看到他还没有褪去婴儿肥的脸蛋。再后来，他考进了上戏。从小演艺经验丰富的他，并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，就在娱乐圈闯出了名堂。此后不到1年时间，胡歌便与唐人签约，首次主演了电视剧《蒲公英》，并正式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。紧接着时间来到2005年，得益于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播出，胡歌火了。而他也借此拿到了电视剧《风云盛典》的内地最受男演员奖、内地最具潜质新人奖2个奖项。在之后是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的《仙剑3》。其实如果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，胡歌依然会是一名人气很高的明星，但也只是明星。所以他放弃了舒适区，不断尝试新的突破，在《间谍》里演因爱生恨。可悲可叹的反派马承恩，在香格里拉里演身负血海深仇又心怀民族大义的康巴汉子扎西平措，在4月19日记中脏帅硬汉戴涛。2015年《琅琊榜》的播出，更是让人意识到胡歌真的从偶像派转型成实力派了。凭借这部剧，他拿了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、金鹰奖最具人气男演员奖和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。然而就在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，胡歌却意外宣布暂退娱乐圈，他要去上学进修。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但胡歌甚至都没有怎么纠结，或者说他为了这个决定已经深思熟虑了10年之久。《仙剑》播出之后，胡歌就在接受采访时说：10年后，我应该在欧洲的某个地方读书，所以他不过是完成了自己当时的梦想。而在他宣布这个决定后，有人劝他，一旦退却，观众会把你忘记。但事实证明，他不仅没有被遗忘，反而以更强势的态度杀回来了。读书回来之后，胡歌先后和岩井俊二、刁亦男、陈可辛等导演合作。如今又拍了20大县里剧，他或许不怎么上热搜了，但一直都在努力前行。面对质疑，当用实力击碎。知乎上有个问题：胡歌的演技是否被严重高估了？言下之意是承认他的演技
但认为这与他所获得的荣誉不相匹配。胡歌第一次大火是因为《仙剑》，此时他的演技确实比较青涩。如今，虽然客观存在有人因为对他的偏爱给予他更高的评价的情况，可还不至于是严重高估。胡歌不算是特别高产的演员，但他的剧普遍都有着好口碑。广电总局每年都会发布中国电视剧选集，胡歌的作品就时常上榜，比如《神话》《香格里拉》《琅琊榜》。而且胡歌耐得住寂寞，刚在2012年年底拿到了国剧盛典的最具人气男演员奖，他就几乎在话剧院度过了整个2013年。凭借着话剧《如梦之梦》，胡歌拿下了北京丹尼国际舞台表演艺术奖最佳男演员奖。他的演技如何？大家有目共睹。跌倒了，那就再爬起来。2009年《仙剑奇侠传3》在地方电视台台州3套首播，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，在多个城市地面平台播出时都是收视率第一。最后，江苏卫视和湖南卫视分别于2010年、2014年播出该剧，收视率仍然居高不下，仙3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。胡歌也借这部剧成功复出，甚至比之前更火了。为什么是复出？因为2006年的那场车祸。讲胡歌就绕不开这场车祸，这对他人生的影响太大了。遭遇车祸后，他说，既然活下来了，就不能白白活着。这一点他做到了。在他的事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之时，噩耗传来了。2006年8月29日，胡歌遭遇严重车祸，同行的女助理抢救无效死亡，他被缝了100多针，可以说是从死神手里捡了一条命。胡歌车祸后，外界讨论最多的是他有可能毁容，包括他的签约公司唐人在对外回应时也提到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可以带他到国外整容。这种讨论是无可厚非的，毕竟当时的胡歌本来就是靠脸吃饭。但胡歌在这场飞来横祸中表现出的坚韧，为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胡歌出车祸的时候正在拍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他是这部剧的男主角，所以一出事，整个剧组都得原地待命。当时就有不少人盯上了这个机会，还有经纪人直接给唐人发信息，说可以安排演员过来帮忙。这种行为虽然现实，那也契合了当时许多人的想法。好在蔡艺农力保胡歌，不仅没有换人，还安排他去做了修复手术。但胡歌这一次的伤太过严重，虽然修复手术过后看起来没有大碍，可他的右脸就神经已经受损，无法自如地做出表情。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极为要命的事。而且胡歌的右眼角也留下了明显的伤疤，所以他复出初期的作品都留着刘海，想要减少伤疤带来的影响。2008年7月19日，《射雕英雄传》首播，胡歌车祸也算是告一段落。细致打磨，忠诚大气。胡歌是讲究流量为王的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金庸曾经给他提过字，渡过大难，将有大成，继续努力，忠诚大气。胡歌最勇敢的地方在于他主动抛弃了流量，几乎每次人们听到他的消息时，都是因为有新剧要上了。除此之外，想看到胡歌，难于上青天。像是这一次县委大院开播之前，就是一个长达3年的空窗期。大一入学时，胡歌的老师告诉他，艺术的道路要经得起诱惑，耐得住寂寞。他说自己很惭愧没有做到这一点，但实际真的如此吗？如果想要炒作，胡歌有很多机会。当年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大爆，足以让他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如今已经上映的《县委大院》和即将播出的《繁花》都是大制作。一个导演是孔生，另一个是王家卫，他依然安安静静。他能够这样做，
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任性，更是因为有底气。和别人相比，胡歌的演艺之路要更为顺利，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成了当红的流量小生。但其实，平顺的人生背后隐藏着无数危机，一夜爆红的人多的是，可真正能够接触这份机遇的人凤毛麟角。胡歌能够做到，也和他从小受到的严格教育有关。胡歌的母亲对他很严厉，是那种考到满分都不一定会夸奖的家长类型。先不说这种教育方式是好是坏，这的确对胡歌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所以，最开始火起来的时候，他不是狂喜，而是已经在思考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。车祸对胡歌来说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。如果没有这场车祸，他也许会被流量推着不断向前，成为另一个顶流。如果车祸后没能振作起来，他也许就成了娱乐圈的流星，转瞬即逝，不会再有什么成就。但他不仅挺了过来，还不断磨砺自己，所以最终成为了演员胡歌。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但在这个染缸里起起伏伏20年，胡歌依然能够保持刚入行时的一份纯粹。正是这份纯粹，让他区别于其他人，成为了娱乐圈里的一个符号。如今提到胡歌的时候，不仅仅代表他自己，也代表了大家对娱乐圈的一种期待。不作妖，不犯罪，磨练演技，做好演员本分很难吗？这个答案，胡歌告诉了我们。